是有贼人。警戒！使君、郎君，这边无事吧？出什么事了？启禀使君、郎君，来了一伙子夜贼，身穿官军的服色，貌似在追杀什么人，一路逃一路追，见这边有火光，便撞了进来。将士们可有损伤？咱们人多又有防备，阵型结得硬实，没有死人，伤了12个，重伤4个。贼人呢？贼人有马，没能全部留下，逃了11个，可留下活口。有2个轻伤，马腿斩断了，见走不脱，自枪了。哦，前面逃的3人，死了2个人，还剩1人，身中3箭，背后挨了1刀，还有口气儿在，救吗？河东军，贼人的尸首在哪里？林子里。带我们去看。请。他们穿的是官兵制式的衣甲。很显然，他们不是契丹人。使君，这是从一个军校身上搜出来的。魏博牙校，番汉内外马步军孔目。这是河东晋阳军的编制，字里可用句太原便有了，实则是沙陀人的亲兵。这孔目大约是个官职吧，却不知道是做什么的。收拾下东西，即可动身。此处不可久留。那个人呢？他伤太重了，走不了的。一旦受了风寒，只会死得更快。北边藩镇之间的仇杀龃龉，非我吴越偏帮所能预闻。这件事，咱们管不了。那便把他扔在这不成？用马驮着带走不行吗？郎君，咱们马匹本来便少，再带上4个受伤的亲兵，便要4个督校要走路行军，那些都是咱自家兄弟，都体谅的。此人身份未明，为了他强令督校让出一匹马来，弟兄们怕是要有些议论的。谁要你们让马了？将我的马前来，用我的马驮着他，我自家走路去汴梁。好了，收拾完了，动身吧。郎君，骑卑职的马了。从登岸到现在，就没见到过几个活人。你上一遭来也是这般模样吗3年前这里萧索归萧索，但是县城周遭还是有人烟的。
杨军，江主，今日已经不热了，此一关该是渡过去了。他何时能醒过来？确实不知。等到了京师，给他选一个好些的医师，再好好诊治一番。接着睡。干好了。小人侍卫秦军下班之役杨光义参见大使。如何是你来接我们？快快请起，殿试不必多礼。小人们奉了相公的军命，来迎接大使，一同入京。京师入京，形势如何？不大好，腋下的兵已经占据了丰丘，强锋直抵陈桥驿。东面东明镇外的赵皮和通瓦乡2座寨子都有斥候滋扰。带队将官是谁？是张国军的张太尉。张念泽，此人用兵一向有凶悍彪扬之名，北临丰丘，东掠东明，这是要从侧面迂回，截断京师南路。东明有多少兵？是谁在镇守？好叫这位贵人知道，东明虽然有2座寨子，但是没有多少兵马，要真打起来，也是一日间的事。东明一旦泄露，下一个必是陈留。小人京城路过陈留，陈留令跑了，城里已经乱了套，小人们没有进城，是绕城过来的。京师如今，是谁在主持防城大计？此事说起来尴尬，太尉和将军们推脱了1个多月，相公们也没个主张。那冯令公呢？老令公是10几日之前回的京师，这太尉们排着队，又是金又是字画想见他老人家，可是1个都没见到。每天只是在京中牙班，兵上的事一律托给叔父，问都不带问的。那天子呢？回这位贵人的话，小人身份卑微，宫里的事不能知晓。只是听说前几日有几位黄门内官偷了一些金银细软，想逃出城外。冯令公下了一道军令，斩在了明德门外。得趁着陈留还没被封口，抓紧时机过去。天下大乱了，尘沙泛起，一团污糟烟尘里面，谁也不知躲着什么样的魑魅魍魉、洪水野兽。在吴越时，我总到六哥无情，这一路所闻所见，我才知道六哥的不易。比起这中原的新天子，六哥可强太多了。怎么了？身子不爽利？那确实怎么了？你再不痛快，饭总不能不吃啊！特意给你拿个菜汤。我只是觉着这一遭下来，和我想的不太一样。确实不大一样。你说吴越如何便不会这样？大约是人不一样。都是肩膀上扛着一个脑袋，又有什么不一样？吴越没有兵乱，也没这么冷。其实吴越也并不安生，辜负那么忠直的一个人，平白获了罪便丢了性命。阿兄也是啊，若不是阿娘一怒之下截断了钱塘，怕是也要……功勋们各有各的心思，宗室里面也有家务事。可这些跟梨树前手都没干系。农夫稼穑，与子营生，皆无碍的。
平日里有辽浅渡修河堤，有营田司兴水利，没有流民，也没有乱兵，这道路两侧也没有这许多百姓。你说的这些，都是极平常的，可在这里却见不到。你说的是啊，这都是极平常的，可在中原却都没有。杨光义，大军压境，京师居然不惜劣迹。人太多了，展讯恐会生出乱子，需早做准备。这条路被堵住了，绕路吧！大烈，火太大了，这人手不够啊！你指挥的4个队，现在还能动吗？我差人把他们调过来。等等啊！你亲自去。我，那宫里着这么大的火，你10里以外都能看见，恐怕外城现在早就乱成一锅粥了。你带着你的4个小队，接上去，看见杀人劫财的，当街剁了。还有，枪。那这儿有我呢，做好你的事情。这是军令，卑职遵命。来人，在！你抓个人过来问问，谁看见天子了？快去！难道是谁？这不是杜玉家的赵小郎吗？小郎不去杜医身边伺候你，
别来扫洒家的晦气！说，看见天子了吗？到处都找不着光义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官家，官家你在何处啊？去，把他们去找，快点！陛下找到了！陛下找到了！快！火马！臣是为秦军马步军副都虞候赵弘殷前来救驾。官家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火是天子自家放的？内侍省左班副都知蒋平是这等说的。官家命内侍们搬了12桶猛火油入殿，泼洒完了之后，是官家亲自点的火头。这是乱命，蒋平如何敢奉诏？蒋平说，官家是跪着求他的，说想死的体面些。蒋平是侍奉先帝的老人，一时心软，这便糊涂。天子欲弃天下，做臣子的岂有不死谏的？焉恕小人，还说什么心软？那最后又是谁救下了天子？他自己怕了，不肯死了。令公明鉴。奉国君之事是你家大郎所为，让他来老夫这里如何？怎么，不愿意啊？末将领命，替犬子谢令公恩惠。所有车辆居左停靠，行人靠右，各自回家。大郎好威武！他娘的，出外差终于回来了啊！赶紧帮忙！兄弟们，辛苦了！把马车围起来。在下侍卫秦军马步军第18指挥赵匡胤，请足下一步下车。是杨光义叫你来的。杨光义乃是我的结义兄弟，赵红英是你爹。你认得我爹？我要见令子。家父现在正在宫中，那我便去宫中见他。宫中戒备森严，家父虽是侍卫秦军管军，但也不能坏了规矩。现在都已经是什么鬼样子了，还讲个求规矩？啊！你受伤了。好，我带你去。各位贵人吉祥，下官詹南。如今城里这几日是人心惶惶，传闻张彦泽的兵正沿着汴河过来。唉，这城里头倒也是有兵，但群龙无首，不知道是门神还是祸害。哎呀，
就连下边的洒扫杂役啊，这几日也都一个个不见了踪影，还要劳烦各位贵人们自行安置啊。那日常肉蔬米麦一应供应，应该让寺里谋筹送进来吧？上官现在都没了，待明日下官去寺里砸开库藏，看看还有没有盈余的躺钱。只是如今这城里大乱，怕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。哎，等等，方才你说砸开库藏？是啊，库藏的钥匙在四成的手里。哎呀，7日前便跑了，权且只能先砸开，就是砸开以后，也未见得里边有银。银钱我们有，詹军可否代为采买？哟，小郎君有所不知啊，这城里的市集啊都歇了市，要是少买一些，还能挨家挨户的高价去求得。几百人的吃穿用度，却是不易为之。石秀大人莫看我，卑职只是一名武将，平时也没做过火头军，这类事情。还请跪上通禀，我要拜见冯令公。契丹主已到了腋下，桑相公专程来与令公讨个主张，如此大事都还没个章程，天子却又自家在宫里放了一把大火，时局危殆，令公需早做决断。什么主张？决断什么？官家靠不住，天下人皆仰赖令公的。要做天子的是杜重威，主张也好，决断也罢，该管他去要。这杜重威阵前降敌，致使河北沦陷，局面崩坏，如此人品心术，何得以为人主？国乔寓意，何人为人主啊？说与老夫听听。令公，官家欲弃天下，此非令公之过也。改乱归正，以复大行皇帝统序，此其时也。三国桥，你走吧。令公，莫要等老夫骂出声来。王大进者，令公也。桑相公，大郎，你们2人候在此处，不要乱走。是。冯令公，赵红英到了。末将赵红英见过令公。陛下如何？安置在自德殿，服了些汤水，已经睡下了。看顾得紧一些。诺。你还有事？人在哪里？省外后进。带他进来。令公怎么说？你带他进去吧。我带他进去。没错，令公命你为带玉器械的中书门下侍卫指挥，堂闸以下，自即日起，每日来此站班。来这儿？哎，启禀令公，卑职昨夜巡街，
录于此人。他声称元朗，卑职在。中书门下与你的堂札，你父交予你了吗？谢令公提拔。卑职乃河东节度使司藩汉马步军恐怖官郭荣，拜见令公。你是郭文仲的儿子？正是。何时抵京的？昨夜晚间，与吴越国使臣一道。吴越使团。张太尉的兵占了华州，兵逼陈桥，卑职被迫绕道，却在途中遭腋下牙兵截杀。偶遇吴越使团，幸为其所救，才得以安然来京。吴越使团知晓了你的身份吗？不曾。卑职知道厉害，途中一路诈睡，不曾与他人言语。文仲自家读书少，调教儿子还算用心。小子不敢当令公谬赞。你担了天大的干系，一路波折，冒死入京，所谓何事啊？实在是卑职之罪，手下兄弟懈怠，连人什么时候走的都不晓得，还请大使含含责个。两个大男人看不住一个昏睡多日的病人，你这兔死扯我干嘛？人没了，终须得有个说法。哎呀，你别说了。哎，贵官不必挂念，此事本就怨不得贵上下啊。天子失德，河北沦丧，乾坤败坏，上下失序，乃至火焚宫禁，京师一日三惊，公卿贵庶皆不得安。令公数十年，背负天下人的期望，临危之际复向庙堂，此乃社稷之幸也。于此危急存亡之秋，正该效仿武侯诸葛亮之风范，承先帝临终托付之重任，像伊尹、霍光那样行使权力，辅大统于征朔，扶皇七子石重瑞继承皇位大宝。诛奸佞，却北国，正朝纲。若有令公在京城主持政事，太原军民、刘令公以下，都愿意追随，甘为驱驰。你这一番话，是太原令公教你的，还是你父教你的？这是卑职昨夜入宫，巧遇宫中失火，京师大乱，这只是卑职的粗浅之见。小子好胆！令公，国事衰微，卑职不敢不直言以见令公。幸好是出自你自家的见识。此番话若是出自太原令公，此刻你已人头落地。后生，你太嫩了。刘知远起自蓬蒿，久立足武，什么没有见识过，什么没有经历过？他若是想当渔翁，不会如你这般直白难看。说实话吧。刘令公与家父命卑职向令公讨一句实话：天子还可不可使？京师还能不能守？不可视，不能守。刘令公问：大事如此，河东该何去何从？令公可有所思？
他本是天下第一能等之人，等了一辈子了，还在乎多等这点日子吗？起开，你碍着我了。哎呀，你方才就没理我，到现在还生气呢。你是王子，我是伺候你的婢子，哪里敢生主家的气？我家婢子果然不同，连气性都冠绝东南，力压巫山。哎呀，莫要生气了，是我不好，我给你赔不是。你若是厌了我，不妨早点与我说，此番回转，我便跟我阿兄一起回岛上，守着我阿娘，好歹不用终日看别人脸色度日。好，此番回去，我就随你一起上岛，一辈子摸鱼捉虾，做个逍遥岛主，再也不用理会什么吴越，什么汴梁，也不用再看见那些两脚羊的烦心事了。那是我家的岛，凭什么你当岛主？那，你当。啊。哎呀，好了。今天不让你说话，是我不好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本来就是，好好的人弄丢了，问也不让问，说也不让说，这又是什么道理呢？这人啊，是自己走掉的，自然不用问。什么意思？这个人的身份很是古怪。杨光仪他们，在陈留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注意起他了。水秋公和三哥心里都有数，只不过他们俩谁都没点破罢了。这中原的事情啊，诡异、邪门，少问些，便少担些干系。所以最终，大家都没有点破。你们所有人都看得明明白白的，只有我一个人糊涂，还在这里瞎操心。郭某不过后生小子，胡言乱语。桑相公却是认真的。老夫倒宁愿这满朝文武公卿都如这胡言乱语的小子一般。这是时势，人力所不能移也。官家自家都要弃了这天下，令公这又何苦呢？你也以为我是为了官家？难道不是吗？众人高歌劝进之时，令公怀抱幼子，闯出宫禁。如今众人皆曰当行废立，却又只有令公还在辛苦维持着他。老夫没想那么多，就是觉得不公平。不公平。当今陛下兵强马壮之时，众人恨不得遥之顺之。如今他众叛亲离了，你们又恨不得万方之罪，罪其他一人，好让你们这些忠臣良将换一个神主牌位，便能安心再享荣华富贵。如今眼见大难临头了，
一个个又把朝廷社稷挂在嘴上，恨不得即刻一锁子绑了大晋天子，纳于契丹天子做投名状。人须有自知之明，老夫自知担不起这个天下，但我知道有人能担，但他未必愿意这个时候来担。着火敲一晚上钟，今早又一直在敲钟，真的是有点烦了。吃饭。快去，把我的朝服拿出来。朝服？我自己去。不吃了。主公，天子训位至文。朕幸赖先帝之灵，司守披击，朝夕寝门，未使少懈。然治伐德薄，有亏甚道，不足以承祖宗之宏烈。今以朕昏悔，致骨肉多余，藩围勾信，宗嗣堕泯。仰观俯察，祸难多积，七庙将坠。元纪元心，善待非一族。天之历数，时有所归。握尽悬殊，允及民哲。朕虽昏昧，亦知运命攸归，自当训位别功，尽善于右。一唐虞宋齐故事，言宗社之算，达变通之命。照领广土，抵随万国，用保天修，无替二皇之伪劣。兹尔中外，体朕志怀。开运3年腊月17日。训位于右。谁是右？古来禅让必有其贤，岂有糊里糊涂一个右字轻轻带过的？这算什么禅让？桑相公，陛下不方便明说，这是请公卿自决呢。岂有此理！既是禅位，是外禅还是内禅，总要说个明白。岂有君主必位新君，由臣子决出之理？是啊，是杜令公，还是七郎君，总要有个说法。是啊，荒唐！你们这些人，怎么能这样？长老，神爷，水秋公，我吴越40年来，是的便是这样一群大吗？我不知道你是哪位相公，看你的班序位置，大约应该是位相公吧。然则，我还是要问一问，
你当真是天子的相公吗？你们，还有你们，当真是大晋天子的臣子吗？你们居然站在这里，议论天子之位应该禅让给谁？天子，这是要逊位啊！你们该问的，该关心的，难道不是天子为何要自弃天下吗？这位吴越的少君，本朝遭逢大变，时势危殆，天子自逊大位，实在也是情非得已。朝中公卿文武，并无佞臣贼子，奈何大乱将起？陛下逊位，也是为了体念苍生，眷顾天下。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天子逊位，神器更易，满朝公卿竟无一人劝谏，无一人眷留。桀纣尚有龙逢比干，这崇元殿内竟皆是易牙成疾。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让我们这些受天子金册赐封、善事中原征收的藩国怎么办？南唐西蜀自有地头，可南楚南汉，还有我吴越12州军民，又当何以自处？我家先祖遗训，善事中原大国，势大，势大，这便是你们的大。无君无父的大，不忠不义的大。孔子著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这满殿的乱臣贼子，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？我要叩缺，要当面去问一问天子。周老，我是大晋检校司空，我要面君。水球公要阻我吗？九郎君，九郎君，九郎君，不要阻我！你是谢过九郎君救命之恩，我与你同去。今日又闯下祸了。还有什么祸端能比京师着火更大？罗令公有令，命我领2位去见皇上，省得有人跟无头苍蝇似的横冲直撞。我也好奇，这好端端的京师，怎么变成了如今这副鸟样？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
你们礼、纲常、道统。你们几个都是来跟朕玩的。臣等就是想问问陛下，何以要自暴自弃，弃天下臣民如敝履？小子，你以为这天下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大唐吗？那个大唐早就亡了。朕来告诉你，什么是天子。天子，兵强马壮者为之。谁手里面拿着刀，谁就能做天子；谁身上披着甲胄，谁就能为天子。你披着甲胄，你也能做天子。嗯。拿着。拿着。哦。你披着甲胄，你挎着刀，你就是天子。哎，天子在上，受小人一拜。这就是现在的天下。起来！这便是如今的世道，哪还有什么是非对错？不需要。你若良善，你便该死。官家已然不讲理了，但我们还是要讲的。最后给天子行个礼吧。
魏国斥候已经出现在汴河之畔，大军压城，城外的流民都在朝城里涌进来。宣阳门监门上了闸子，请关城门。数万黎庶嗷嗷待哺，将他们关在城外，放任贼兵去残杀吗？这是打仗，兵者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岂容得妇人之仁？相公，带老夫去宣阳门处看看，民高，不肯为妇人之仁，看看这城门做残民之贼吗？当官不当官？城坚可恃，民心亦不可弃。吾等世受国恩，当以死相守。天快黑了，若是不关城门，城外的人心存念想，只会越聚越多。现在不关，再拖上2个时辰，只怕到时候想关都关不上。你把刀子亮出来，城门就关上了，你敢吗？眼下最要紧的是这许多流民一下涌进城内，需开封府一并治理。可这开封府里还有做衙理事的人啊！大郎，人太多了，这样下去不成啊！兵乱一起，除了京城，他们还能去哪儿？这些都是基辅之民，现在汴梁便是他们的家。可是大战在即，谁知道这些人里有多少叶下军和契丹人的探子？必是不会少。张太尉又不是第一天当将军。那既然如此，那干脆……即便如此，那又如何？天底下乱成这样，是他们的过错吗？与其在此物色游移，还不如想想有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做。安置流民也好，抵御贼兵也罢。汴梁的秦军侍卫，这吃了这基辅百姓许多年的粮税供养，总得做点正经的事情，才对得起自家的良心吧。你这郎君，一张嘴说的倒是好不轻松。眼下的局面，天子和相公们都没法子，咱们这些大字不识及格的大头兵，又能记得了什么事情？行了，莫要与他争辩。通知兄弟们上马。去哪儿？下寨。守护城。大郎，你是守城必先下寨，此乃军中常法。城外没有应援之军，城内看援兵力不过数千，而张太尉至少2万兵马，兵力悬殊。正等到大军围城之时，这10几里长的城墙，纵是几千人都站上来，他也是顶不住。叶下兵骑兵多，契丹人又是骑射渔猎之族，我猜他们根本用不着强攻，骑着马围着城墙跑上几圈，就能把我们活活累死。大郎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只是咱们只有一个指挥，撑死了也不过才200多人。整个叶下大军到了，咱们连半个时辰都撑不下去，又如何能做到凌晨下寨呀？打不赢是咱们没本事，不敢打。有人会笑话咱们没懒子。大郎，是战是降，朝廷与相公们都尚未定论，咱们有着急于这一时。大郎，就冲你刚刚这句话，我这就去中书门下，去请冯令公的手札。兵贵神速，不等他了。传将令，全军上马。诺。
灵公，犬子莽撞孟浪，自作主张，皆因末将平日未能严加管教之故，请令公治罪。令公，贼众我寡，若不能出城下寨，内外呼应，成犄角之势，则京城不如不守。起来吧。谢令公。守城之要，在内有足食之粮，于外有可援之兵。如今京师的局面，哪里来的足食之粮？又何曾有可援之军呢？城中的公卿将相，谁家没有个300-500担粮草？带着兵一家家的抄过去，10余万担粮草总是能够凑得出来的。如今城中大约有17000-8000户人家，以一户每日耗粮10斤起，每日总共不过2000担。若再省着点用，足够支应2个月了。那2个月之后呢？太原令公可否愿意率众，星夜南来，2个月之内解我京师之围呢？不能，不用2个月，1个月也不用。10日能守住吗？说实话。京师兵马，算上侍卫亲军和宽衣控河，不过也就5-6千，但真正能够上阵杀敌的，恐怕连半数都不到。正是如此，这些兵若是守在城墙上，还能勉强得用；如若城外野战，转眼之间便会跑散了。守在城墙上，能用？能用。军贵，依你之见，守城10日，需用多少兵？那要看杜令公给张太尉多少兵，也要看契丹到底派了多少弓杖兵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带来了多少粮草。他们能在城外找到多少人，便能有多少粮秣。这是御街勾当的清闸。禁卫清军前日平乱，当街杀了26名军士，皆为奉国军所属。最高的是一个小使臣，要寻得苦主，发丧烧埋。库府钱粮还有多少？锁头被砸了，下官查验过了，1文钱，1匹绢皆无。禄米便更不必说了。正是，人心惶然，这个时候，谁还会顾得及朝廷的法度？朝廷法度既不得势，手里没有钱粮，便没有人肯出来做事。如此时局，原也无可奈何。即便是天塌下来，事情还是要做的。请薛公吩咐。这第一件事，便是借钱。快些，再快些！大郎，这200军卒守城，只怕明日午时张太尉的兵到了，咱们连半个时辰都撑不过去。哎，会有援兵吗？叫儿郎们打起精神来，天下英雄可都看着咱们呢。我们现在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，要叫他领教领教。咱们汴梁侍卫清军的胆色。城外副城下寨。是。
人不多，该是不到1000人。带兵的将校是谁？赴城外200-300步，有真骑车后，小人等未敢近前。这汴梁城里还有敢带兵抵抗的汉子？不是说那罪人前几日要引火自焚吗？听说冯令公回朝了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他回了京最好。弟兄们应该少费些气力，由他主持大局，这京城便可传习而定。